的看电视，现在又没事，欢迎收听《解密404》，我是解密爱出事的泽维尔，我是解密小恐龙棒棒。解密404，今天天气很 nice 哦，真的，今天很 nice， 今天很今天很适合出游，就是在经历了几天的低温之后，怎么突然就今天一早上起来想说，外面这个是跟着回暖的感觉吗？对啊，对啊。那照在我身上的是阳光吗？而且重点是因为原本那个寒流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被子里跟被子外是两个世界嘛。真的。对对对，然后你就不敢出来。早上都会先谨记说什么，你要在什么被窝里面先活动手脚，不可以一出来会什么。没错，是医生交代的。对对对对，避免有什么状况。对对对对对。因为有人就刚好踩到这个有关于这个冰冷的地板，然后就不小心有一点小中风的现象，或者是心血管锁起来的那个部分，所以这是真的医生有警告说，你在天冷的时候记得要在被窝里多活动哦，这就是我们赖床的理由啦。对，我不是什么躺在床上不起来。对啊，我们是要做运动对呀，我是觉得说健康很重要，那考量到我的健康，我觉得在床里面多待久一点的时间是一个必要性，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人生负责，这是非常非常正当的理由。各位听友们，你们的爸妈如果在叫你们说你们起不来床，你们要说你们在做运动，维持心血管的健康。没错没错没错，我们台湾走到现在我们这个接下来这个医疗健康都是我们关键产业，那我们自己健康就要先顾好。毕竟这个小赖总统，我们威廉总统呢，就是大健康产业的时代嘛，没错而且毕竟我们的世界医疗照护的量能呢是世界第一嘛，我们不能丢了医生总统的脸。没错没错，我们要听大家听医生的话。你说我们从一个赖床，对，然后把它延伸上升到一个毕竟赖床也姓赖哦，是不是？下次我们就来问问清德兄，早上的时候起床的步骤怎么样？真的，这是信赖新政。他应该要在他选举的时候就要把这个政策放进来，鼓励大家冬天要赖床是为了身心健康，夏天也可以啊。如果你那个冷气开太低的时候，要提倡起来。讲到这个，我们之前有一个室友，他这个就是有关于这个空调的气温都会调到21度左右，就是一个把自己室内变成南北极的样态这样。你说他就是希望他进到房间的时刻就要开始裹紧大衣，没错，可以戴上围巾。对，可能国外买了一些厚重台湾平常不能穿的大衣，但电费会有点高啦，记得使用变频冷气。一级变。我们现在要把台湾的整个政策都讲一遍就对了。是。那如果环保啊，对啊，如果有那个业配的干爹干妈，我们后面有荧幕嘛，对不对？都可以。我们希望有一天解密404可以冠名播出，公家机关单位也可以。对，我们可以帮你宣扬说，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我们可以说机关署广告。对啊，真的，你看变频，我们现在这个夏季用电啊，冬季用电怎么样？真的，毕竟这个台电也要涨电价嘛。天哪！对啊，在这个油电双涨有可能的年代底下，这已经就是感觉这些政府里面要大有作为，也包含了就是因为我们最近这个新闻，就是有关于一位明星的猝逝事件呢，就是大 S， 然后让我们觉得这个有关于流感疫苗这件事情，当然是毛起来打。我记得好像就是新闻发生后，那个公费流感疫苗排队是不是就还蛮多人的？根据医生的这个现场的说法，他是说2-3天的那个就打疫苗的量是以前2-3个月的量。哇，对，但的确真的就是很震惊台湾人，因为大家也没有想。毕竟就是看着大 S， 然后又再一次重获幸福，完了之后，然后发生这么遗憾的。以前有就是大小 S 一起主持节目的那个年代，因为那时候我还很小，然后跟着哥哥姐姐一起看那些什么，我记得是鱼百嘛，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大小爱吃嘛，大小 H 这样，对，我觉得那些节目都非常的有趣跟好笑，它带给我们就是童年有非常多的欢乐。但另一方面也帮我们再次看到说现在就是整个流感的严重的程度，真的，而且在流感的那个当下，就是因为我的室友也就是常常出国的人嘛，然后他们就看到因为大 S 这样的消息，所以呢他们就瞬间也是毛起来去打这样，然后
附近的有关住家附近的那个诊所啊，听说排队排到就是你知道他们在那个骑楼旁边嘛，然后旁边就是大马路然后是一个商圈，然后在那个商圈里面就这样绕了在2-3圈都是人都在排队打疫苗，而且是每个诊所都长这样，所以你就是沿着那个排队走，然后走到底之后发现不是什么美食店，不是什么饮料店，对，是间诊所，是打疫苗，对，而且就是包含国产的或者是国际买的疫苗等等，这些他们都没有在分厂牌，就是先打再说了。对。突然想到，这感觉就已经像之前那个疫情的疫苗了，是吗？对，而且重点是现在他们好像就是医生嘛，就在诊所的那个，比如说加医科医生就跟你讲说，其实你就是隔2-3天就可以再住。就是比如说那个流感，然后再加上新冠，就是一起打的概念，就是帮你约下一次这样。对，他们都鼓励大家就直接打2支。但是这样子的话，那个副作用起来的时候会很痛苦，所以他会评估你的就是比如说身体健康状况，对，看你要隔1周还是2周之后再来打新冠这样。你那时候打那个新冠疫苗的时候，你症状严重吗？我症状有点严重，因为我皮肤很容易过敏，因为我是过敏儿嘛。然后呢，过敏儿，不要谁说自己是过敏儿？在装可爱还是怎么样？因为我是过敏儿。对。然后结果那个皮肤就出现有一点像是红斑的状况。哇！对，然后我就很怕是因为那时候第一针是 AZ 嘛，对，然后就很怕是什么奇奇妙妙的状况。对，毕竟那时候那个副作用也听到很多情况，对啊，也是新药。是。然后我那时候呢，人在中部，对，然后我就赶快去那个中部的，就是医学中心，然后去看。然后呢，那医生就说：“还好，你这只是小过敏。”对，但是如果你有比如说发痒啊、红肿、疼痛，那个就不行，因为我是没什么感觉啦，就只是红斑这样。然后红斑退去之后就正常了，然后就要打第2支嘛。然后还是一样。对，因为第2支我就变打 BNT。对 ，BNT 就没事。跟 BNT 比较合得来。是 BNT 比较合我的胃。是个挑选，是一个双重标准的概念。平常就很爱挑食的啦，疫苗也在挑食啦。对。我那时候也还蛮坚持，就是我等到蛮后面才打的，就是觉得说我打了 BNT，然后那时候其实不是有国产嘛，然后大家问说干嘛不打国产？我其实本人是想打国产，我想说台湾自己的，而且比较不缺，也比较安心。但我那时候太想出国。国际要认证的疫苗，对，然后我就可是你知道那时候那个谭德赛啊，就世卫组织认证的那个中国的那个国产疫苗，不是认证完之后什么都没用吗？现在就证明它没用，然后反而是高端疫苗是有用的。高端一直在往上冲，一直在冲国际，希望以后就是。对啊，我们毕竟也可以再靠疫苗，然后走出我们自己的产业。我那时候也是想要打国产，但是原因就是因为我要陪自己的长官去英国，所以就不行，你知道吗？都卡在国际。对。然后结果你知道吗？那时候去那个好像是英国，就是我们的英国就是驻英代表，然后他们就说。其实你们不用打我说为什么？因为那时候英国已经完全开放，就是自体免疫，然后完全根本不用打，就是你直接过去就好。然后我们想说白白挨了2针这样。对，但也是政策啦，是事情啦。然后我们就说如果不小心转机他们说那就直接出去，怎么会有？就直达就好，你就包量直达机票就好了。想说，而且那时候台湾也算是国际的模范生，然后想说，那你们台湾人，对啊，你们台湾人应该不用打吧？这样都很好，都很好。那时候那个有关于就是那时候英国的合作端单位，他们那边的长官就说，那你们应该直接过来啊，我们这边都没关系，就是你不戴口罩，我们也不会怎么样啊。对，那时候欧美是最先开放的，没错，就最先回到正常生活这样。然后他就说如果你在这边很严重，没关系，我们也有医院啦。我们不是没有医院的地方。我想说怎么那么地狱感？对啊，我有点不太确定他是想让我放心，还是纯粹在诅咒。那时候真的超可怕的，因为台湾被照顾的太好。你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大 S 的事件嘛，然后你在日本的时候，因为它有很多分级制度，当然台湾也是有医院的分级制度，可是他们对于外国人，就是你可能没有当地的什么医疗保险等等之类的，他可能在保障上面，可能对于分级制度可能就会有大的影响。就比如说你在社区的小医院没有办法治疗，没有办法住院，然后他可能要转到大医院去才有仪器才可以做检查等等之类的，就是都是麻烦的问题，也包含因为
听到有同学去日本，然后他也是当地生了很严重的病，就是但是没有到肺炎这种并发重症的程度，但呢他们在那边就说他们有关于他的要做检查，然后他花了大概很多钱呢，就是真的可能是台湾医疗费用，就是那个你知道健保不是有点数吗？健保的点数可以换算成你可能花了多少国家的健保费用，然后他说可能花了10倍的健保费的那种感觉，对对对，等于是回来的时候就是你知道那个信用卡扣款超大笔这样，然后都想捶心肝，就是完全很可怕。在国外难怪之前那些住中国的人硬要回台湾。没错没错，而且重点是就是台湾的很多那个你知道富邦产险事件，现在讲出来这个厂牌这个厂商是可以的就是他们不是那时候不是那个什么他们年终然后就他们董事长说哎呀差一点年终发不出来啊，是不是？是因为因为那个保险完之后要一直给付，对，就是新冠一直给付啊，然后后来不是有很多家都直接取消吗？对啊，包含因为我原本也是保他们家的，然后他们就给我直接就是寄来一个通知单说，他们是厂商那边自主中断保险，就等于是我们客户这边就是单方面被取消，对，然后所以他们的概念就是说，只剩下几家厂商有在保这种法定传染病的保险等等的，对对对对。但是突然想到回顾之前疫情，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我最近又在尝试了一次，什么？叫快筛。你说擦鼻子吗？对，我那时候过年的时候，然后去我亲戚家，然后发现他们底下就有一大盒的快筛。有过期吗？好像没有，还在是不是？对，我有点不大确定，还是其实过期了，只是我没看到日期。但我那时候就抱着好玩的心态，应该是没看日期吧？然后我就在那边做那个试剂，是那个很痛对啊，因为它擦得很深，然后然后就一直打喷嚏，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边擦的时候会想说，哇，到底中国人，因为台湾那时候就是你有情况的时候再快筛嘛，或是你有什么特定的，对可能去的地方再做快筛，没错。那到底中国他们那时候封城，每天筛，那很痛苦就我筛一次就。他们只要一出去就要筛，一出去他们不就要被叫出来筛吗？对啊，就是明明在家隔离的好好的，在机场转机的那个地方都会看到大家一直吐口水。就是因为有些是口水快筛，我想说，你的口水分泌有这么多你要吐到1杯吗？对，我那时候也有点1杯，而且会弹吸。对啊，我想说，而且我想说，奇怪，那个机场看着画面就感觉那个画面好有味道说到机场那时候，那个就是后来出国回来的时候，台湾还要隔离检疫期的时候，然后那机场人员感觉到晚上他们已经很累了，就这里来拿1包，然后就走，然后我就好辛苦了。而且我就回想那时候，你看那时候回想到新冠嘛，然后我就回想到之前真的得过一次流感，大概是我大学4年级的时候，而且那时候是临近毕业典礼，我连毕业典礼都不能去，很严重吗？就是很严重。然后那个医生就在那个诊所嘛，就社区的诊所。然后你知道台湾就是把医疗把人民照顾得很好，然后他就是说。同学，你这不行，就医生的口吻。他说：“同学，你这不行，我帮你做快筛。”他那时候我就直接在诊所当场我就想说，超怕是流感的，因为 A 流超可怕，因为我就是发烧大概已经3天，没有退烧过。然后他就给我用那个长棉花棒，有没有直接嘟鼻孔？他说会有点痛哦，然后他没有说，他就说那我数，他说我要数到3哦，他就说3，然后就进去了，然后我就然后出来，他就说有数跟没数一样嘞。我就说医生你很过分嘞，因为很熟啊。然后后来那个试剂上面就是阳性，就是 A 流阳性这样，确诊。对，然后他就说来，我给你克流感。就是那个克流感药物这样，对，然后呢，他就说你一定要吃而且你不能去学校你要跟你们教授、院长、校长那边，就是学务长那边都要请假，就是你不能出现，因为那时候学务长办毕业典礼啊，然后我是班代，然后我班代不出现，对，然后我就没出现，你知道吗？就 no show， 就没有被播。对，没有被播到。而且我那时候还在干嘛？你知道，组织大家就是大家记得那个就是学士袍啊，你发着高烧，发着高烧，然后组织，然后跟同学说，你们要记得到那个就是学士袍要戴，对，要穿那个倒3角那个然后后来那个衣服要怎么换？对，都我在联络。然后那时候，然后就他们说。有没有就是主揪自己不来的那个概念？就蛮搞笑的。对，因为你知道大4的时候，因为大家课很少嘛，几乎在学校不会遇到。然后就他们就说主揪自己没来
然后等一下要去吃那个毕业餐，然后谢师宴，然后都没人这样。对，就然后还要在里面说哦几点几分到那个餐厅门口集合，然后那个总务是谁要记得付钱哦，这样。我都在那边就是远端遥控。你为了这个班级，对，你费尽心思。没错没错，当然就是每次就是你不做，然后就被公干这样。那应该有加分啦，至少。那个大学加这个分是要干嘛？真的没有什么感觉。是啦，对啊，所以那时候就感觉回想到流感的时候，想说哇，台湾真的把人民照顾得非常的好。就是你那小小的快筛，就是没有数到秒数，然后直接进去，虽然是有一点痛苦啦，但快很准。对，足以看出医术精湛。没错。但是因为大 S 流感这件事情呢，其实大家都说，哎呀，日本有900多万的这个流感确诊嘛，但实际上中国的流感才最严重，大家都忘记这件事情。因为整个现在中国看起来就是所谓的什么甲流，对，然后什么，我还是要问一个问题，他们的甲流跟乙流是我们的 A 流跟 B 流吗？不知道，到现在就到底那个要怎么称？上次罗医师来的时候，我想说，是不是有问这个问题嘛？对不对？应该是我问的吧？对啊，记忆力有点不由心，对，但就是有想说，到底甲流、乙流是不是 A 流、B 流这件事情，感觉应该是。我们下一集又好像不是，我们下一集还是各位听友们，你听到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发出底下留言啊，顺便可以抖内一下这样。反正就留言多跟我们交流，没错。然后就甲流啊，什么人偏肺啊、肺炎啊等等之类的，在中国现在就是人偏肺是那个中国的说法，对不对？然后台湾这边的说法是什么？人类间质肺炎病毒。但我觉得人偏肺其实人偏肺是这样，那个人偏肺。对啊，有点地狱梗，这样就是废掉了感觉，就觉得人偏肺念起来很顺，这样感觉是北拜啦。但是你知道中国的疫情啊，就是你知道看到那些就是网络上就是爆料出来的影片，几乎都是非常的严重，就是包含他们的像上次罗医师讲到的，各位听友们，就是他在那个医学量能接近崩溃，就是你看所有人都在挂号，或者是直接冲进去就是要找医生了，他们已经不管挂号的这个程序的问题，因为就是感觉非常的严重。对，然后病床都摆在走道上了。对，没有错。然后进来的时候，其实整个医院的环境是蛮嘈杂的。然后大家都就我觉得那个医护人员看起来都已经，我觉得他们也到极限了的感觉。对啊，因为每次看到就是有关在疫情发生的那个当下，很多不管哪一个国家的医疗人员，就会看到那些人面露疲惫的样子。对，就像是吃完便当走很快的路，然后进到那个面露疲态，对的那种感觉。他们说2024年大概就有500家的中小的医院，大中小的医院在中国倒闭，而且他们超额死亡大概10万人嘛。对，然后重点是这个数字是，他们中国一间大学做的研究出来的超额死亡的数字，接近10万人在流感致死这一块，但中国自己每一年都只会说大概可能100多人死亡，或是100多人，毕竟他是可以控制他们的统计局的人嘛。然后就是他们肺炎如果这样严重被低估的话，官方就继续这样隐瞒真相化。就是我觉得就连我们上次可能跟罗医师聊天，我们也只能努力的去搜集资讯，然后去旁敲侧击的来看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严重，我们也没有办法很直接的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我真的很担心有一天我们就是连这种中国的这种趋势型的，他们即便控制了统计局，但是他们还是会透露一些那种就是他们高低差的这种趋势嘛。如果有一天他们连这种统计局的数字都不出台，连新闻都不报道，然后他们的防火墙直接盖好盖满，然后他们就里面也通不出来外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那这些中国人民，我们的节目要怎么去对于这些讯息的传播？因为他们对于全世界他们是完全封锁的嘛。对，所以就是外面进不去，然后里面又出不来的状况之下，苦的都是中国的人民。然后他们苦完之后呢，万一有一些东西病毒又带出来的话，大家跟着一起苦，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资讯。而且最重要的是，就是有很多的韩国的网友就说，最近啊，中国人啊，就是中国人民在出来世界游玩的时候，他们都会假装自己是台湾人，假装自己是日本人跟韩国人。
就是不说自己是中国人啦。然后像是在那个脆上面有网友啊，就说他在那个美国遇到，然后就是有举那个5星旗的那个中国网友啊，然后看到了亚洲面孔的台湾人，就说：“你也是中国人是不是？”然后台湾人就很有底气的就说：“他说我是台湾人谁跟你中国人？”这样对，然后呢，结果不好意思就是那个中国人就直接哑口无言。他原本以前那个就是你遇到小粉红的时候，他不是会通常给你呛到底吗？对。可是他遇到这个中国人，就是你说你是台湾人的时候，他就说台湾人。然后他已经没有那个底气跟你对抗了，他已经没有底气了。你就发现，中国人什么时候这么没有底气？在那个就是那个脆上面的影片上面，我想说中国人想要就是抹灭掉自己是中国人的样子，去扮各种亚洲人，也开始越来越没有信心嘛，就对自己国家没信心。那时候他们就回到刚刚那个疫情，那时候他们的就连他们可能有医生网红啊，自己出来就会讲说就是现在的情况很严重，然后你们要小心儿童也会爆发病毒性的心肌炎。然后他就开始去讲他的影片就开始去讲说可能小孩走路的时候小腿肚痛或者是什么小腿痛肚子痛什么之类的，要特别小心，你一定要去测量。我刚想说小腿肚痛是小腿的正中央。对，小腿肚跟小腿跟肚子都可以。OK， 就是你要小心，你要验什么，因为它有可能是心肌炎什么之类的。然后他那个影片出来的时候，在网络上很红。底下就有记者去看说，底下大概前500条，他可能大概有4万多条留言，前500条的留言就可以统整出，就各个网友可能他家人他的朋友他的谁认识的人，隔壁邻居大概就可以看到20几起死亡的案例，然后就觉得这也太。也就是说，网友本身在留言当中就可以看到，已经有人他的家人在就是网络爆料说我的小孩去了医院之后几天到几天对没有回来，什么甚至甚至小孩的妈妈是医生，可是小孩一样就是也是走了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会觉得说。你好像只能从网络上这样的现象去看出来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严重，就是慢慢去拼凑出那块大的那个拼图跟轮廓，然后发现这个疫情好像是真的蛮严重的。因为与此同时，中共的卫健委说什么？哎呦，这只是这个季节性正常的这个流行这样子。因为通常我们听到中共官员或者是他们的各种就是党员，他们在讲话的时候，我们都要听到你就是自动，各位听友们教你一个方法，要怎么去辨识这个中共官员或者是中共的党员他们在讲话的内容，就是反着来听就对了。当他们说很正常、很正确的时候，就反着听，就是可能不正常也不正确。对，疫情很正常发挥，那就代表非常严重。对，这样去想，你就发现，这个轮廓慢慢的就出现了。就是这个。更重要的是，希望那个如果中国那边有听到我们的声音的话，是反着听，央视反着看。没错，就是因为毕竟我们上次跟各位听友们讲说，他们的新闻都是在做国家的行销嘛，党的行销嘛，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就会显得，他们的新闻其实不是所谓的真实真相的报道，而是所谓的扭曲事实去符合党意的报道。那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是很棘手，因为所有的第一手的讯息，在他们媒体采访起来的第一手讯息，变成所谓的蹂躏过的，可能也不是第一手讯息，那可能也已经是 say 好的讯息没错采访这样，就像是以前比如说习近平到哪边他去什么下访干嘛的然后那些人民会跟他招手，然后突然过来拍照后来发现那些演员都有身份之类的，而且都是党政军的身份嘛。对。然后回到那个疫情其实专家还有特别，就专家在分析中国这一波的时候，其实有提到一个是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官方的隐瞒嘛，官方隐瞒不报，然后说觉得还有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是，它是多个流体同时爆发，就是除了甲流之外，他们说还有禽流感，其实也在，可是他们的禽流感看起来是有传到人身上的，所以是人传人加动物传人，对，这件事情同时发生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上次有算是有稍微提到一点，是他们进口药现在几乎就进口高效药现在也不能进口了，是，所以就变成而且他们自己又卖假药，上次解密的我想说这个到底这一波要怎么解？哇，所以他们。搞不好他们中共官员为什么会一直有一些特定的人士润出国，就是逃出国要干嘛？搞不好是为了来就医耶。
或者是可能运一些什么药回来带给大家吃。哇，真的，然后再去赚取暴利，因为毕竟他们就是一个利的国家，利字头上一把刀，他们是唯利是图的国家，对对对，所以维力炸酱面是台湾品牌，我们不要害他，不要在那边乱讲品牌的名字，他们搞不好是我们荧幕上的干爹干妈，是我的错，是，好，我们就继续吃着维力炸酱面，继续解密了哦。刚刚那太 slogan 了吧？那很 slogan 那吃了维力炸酱，要吸引一下干爹干妈。对，那我们要去开比亚迪吗？哇，天哪！这样转会太硬吗？不会，因为台湾的那个就是我们工作的地方，离那个就是电动车大厂特斯拉非常的近啊。对。台湾分公司嘛，那同为竞争对手的电动车比亚迪呢，最近也是非常的多彩多姿啊。毕竟前一阵子好像去年嘛，闹得沸沸扬扬，从就是不断的在那边什么低价车倾销到欧美各国，然后现在引发了这个关税恶报，对不对？对，没错。中国的电动车比亚迪呢，最近要在巴西，应该说最近在巴西要盖工厂，也不是，应该是盖工厂了，盖新厂已经盖了，是，但发生了事情了。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了，他们就是被这个巴西的检方盯上，被巴西的劳动部盯上。哇，那整体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因为我觉得巴西是一个很热情的国家啦，就是个人主观意识认为的巴西。你是不是也有把它列在你想要出国的清单里面？对，因为你知道那时候学第二外语啊，就学西文，对，然后呢，但是你知道西文现在还给老师了，对，谁的？现在只会讲什么 gracias 之类的，这是什么？就是谢谢，谢谢这种的。然后，但是你知道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梦想，就是跟着那个西文的教授如果学成的话，就搞不好可以出去，就是去他们的比如说艺文工作场所，或者是他们的文化场域，甚或是他们的政府机关那边看一看，然后玩一玩之类的，那种感觉。对，那时候是一个憧憬啦，对啊。然后巴西一直以来在比如说不管是旅游频道也好，或者是在那个世界各国的这些节庆的庆祝当中，巴西都是一个很热情的国家。对，这些热情的国家们就看到了这个中国比亚迪的新厂呢，看得非常的愤怒哦，是，怒火也是相当的热情。因为毕竟这个中国比亚迪这个中车商也是非常的热情嘛。去那边盖车厂，对，他们去那边盖车厂，然后热情的从自己中国这边把那个工人带去巴西，就是带了。你是说他们盖工厂，然后还没有请当地的工人？对，他们请了中国的工人，什么意思？我猜是那个薪水偏低，薪水比较低。然后他们请中国去，然后可是他们巴西的当地的调查发现说，那些中国的工人在盖新厂的时候，并没有受到正确的待遇，他们形容的很凶狠他们形容说那些工人就像奴隶一般。天哪！所以是去那边，我不用巴西人当工人，然后用自己中国人当工人，而且还把自己中国人当奴工。对，他们不是常常嘴巴上面都讲说什么什么奴隶啊，站起来什么的，不是，他们什么跟台湾人是同胞啊，然后跟香港是同胞啊，然后跟什么是同胞，各种同胞嘛，对不对？然后大家是什么和气一家亲这种概念啊，然后什么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啊，他们不是都有这种概念吗？可是他们现在把自己中国人当奴隶那当奴隶的概念是来自于说，比如说他们可能那个没有办法，就他们晚上睡觉的地方是好像还有人没有办法睡在床上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10小时制的轮班的那个工作，还有他们的你是说每10小时轮一班吗？这样不就只有轮2班？因为通常是早中晚3班制嘛。对，那他们如果是10小时轮一次，10小时非常的很如果他是工人的话，对啊，然后再加上说，就是他的薪水的部分呢，是他薪水发的低就算了，然后还要发到他们在中国的户头，然后要在那边好像6个月后回去才可以拿之类的。这个真的很扯就是各位听友们，你试想一下当你今天的一个老板。
然后你的一个海外的某个老板好了，如果你是在外商，然后呢，他规定你只能用外商那个母国家，就是母国的，比如说他是美国好了，就是你只能开美国账户，然后只能用美国的钱，然后你只能在那边做使用，并且你还是没有办法马上汇回来你自己的国家哦，你要变成是你汇来自己的所在地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要得半年才拿得到，才可以有使用权，是这个意思吧？对啊，我想说，那这样他们在巴西当中的时候，对啊，那他们的生活，对啊，他们要就没有品质可言呢。因为我赚的薪水，我要半年后才拿到啊。对啊，对啊，整个让人家觉得想说，哦，到底是为什么要这么对自己国家的人呢？而且比亚迪号称它是这个中国车商里面的几乎是龙头位置的宝座嘛，然后它就是行销到世界各地，这样就算了，他还居然发薪水的时候发得这么不阿萨里耶，就是一定要克扣人家的薪水半年，那我就合理的怀疑他是不是发不出来。对因为他克扣半年啊，那他产品又是低价，而且我只能，他就是如果我是比亚迪的老板，我只能发薪水在自己中国境内的账户，然后我半年才可以给你用，那代表就是我薪水发不出来，所以我给你这个理由啊。对啊，因为毕竟中国内部的经济是下走的嘛。我们好像也有之前也有讨论到一些公司，他们也是这样处理的。对，因为毕竟消费券啊什么之类的，消费券太扯了。对啊，各种理由的让你薪水拿不到，无法用现金，然后就等于是他们公司根本就无法周转嘛，是这个概念。然后巴西那些工人啊，就是现在他们检方是说，就是巴西的工人已经救出来，他们用救出来，然后安置在宾馆里面。然后我想说，你去别人的国家，然后就是你到其他国家工作，然后你被自己国家的人欺负，还要靠别的国家的人来救。那难怪你说刚刚巴西的检方跟警方去做了这个调查，那我之前看过他们的有关相关的资料嘛，那他们的意思是说，这个巴西的检方是要跟这个工会一起来进行起诉的，也就是说，他们觉得中国车商比亚迪在巴西建厂这件事情，不仅克扣工人的这些，比如说生活环境啊，他们的生活品质没有这个好的可言，再来就是他们的薪水也没有所谓的正当理由环境之下，然后去发放，所以他们的工人根本就是，我觉得就是去巴西做奴役耶。就你知道，我觉得一直以来这个各种中国的厂商在国外设厂等等，都是在输出他们的新殖民主义嘛。对啊。对耶，其实这样想想也会觉得蛮夸张，就你在你自己的国家里面，你这样对待你的员工，或许外界还看不到，对。可是你连在其他国家，哇，你都不遮掩一下，我就觉得他们好像活在自己的世界啊，活在平行世界。就是你知道那个，就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明面的共产主义嘛。那他在这条线当中，他觉得他这套社会运作的模式可以行走天下。可是问题是，我在中国这样子，我赚了很多钱。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世界的主流就是自由民主的，所以你看。在这个所谓的自由阵营里面，就会觉得哇，这是两条平行线，没有办法容忍你用这种方式对待你自己的员工。没错，而且他们对待自己的大学生又不给他们工作，然后你出来给来到巴西盖厂的时候，用的也是中国人。那我就想问了，你有没有问一下你自己中国的人民，或者是中国的这些社会新鲜人，你有没有给他机会呢？对，然后我刚刚想说合理的怀疑嘛，就是你可能也给不了机会，因为薪水根本就是半年后才发得出来。对，整件事情就是觉得相当的荒谬，然后又发生在一个看似应该是国际的车厂底下，就还不是只是什么简单的什么食品工厂啊，什么或当地的什么小企业，所以就看后续他们在巴西的检警这个部分，他们检调单位对于这个整起的这个事件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发展，我们再持续来做关注。哇，最近川普新政，
有好多事情发生。我觉得川普他的事情已经是多到我觉得有点追不过来。我觉得他的这个任命的各种鹰派的这个位置的各种人才啊，我觉得都在大刀阔斧的就直接砍下去。而且感觉我觉得每一天这个社会讨论的中心都是他。没错，就是川普围绕在世界，他就是世界的中心，大家都要围绕他。他牵一发而动全身呢。没错没错，不管是关税也好，以及我们等一下就要直接讲的有关这个，他不是美国的那个 TikTok。就是这个美国版的海外版的抖音啦。那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原本是因为在拜登政府时期，他就有所谓的最后的时候禁令嘛，就说你如果不把你的这个就是他们母公司切开的话，对，不出售的话，不卖就关，你就关掉，拜拜，这样。对，不卖就关。完了之后，这件事情也让，因为接近期限的时候，那个海外版的抖音也在美国的时候，暂停营运了一段时间。那川普那时候。外界是预期啦，可能会走。我自己是想说，他可能是不是也会就上来的时候就直接延续，就是把抖音用没了。但现在他就是又给了这个75天的缓和期。因为一开始是传出说，是不是要这个美国的政府部门，就比如说，就是那个马斯克。对，然后他要不要购买这个美国的这个使用权利卖给他之类的，就传出了各种然后斯克又说没有，我好像比较你叫他斯克吗？对，想说2个字比较亲切。人家明明就是 Musk， 你在叫他斯克。我说反正台美友好啊，他如果有一天如果我们的节目翻成就是有那个英文标的时候，然后就 SK 这样。SK 不是海力士吗？会 SK2 也可以啊。SK2 对，我们好多干爹干妈的品牌，对，可以来到我们荧幕上冠名播出这样。然后斯克又觉得说没有，我好像也喜欢自己盖公司什么什么之类的。反正我就觉得美国的那个连续剧走得太快，我有点跟不上。但总之呢，抖音现在感觉是稍微的在美国喘息下来这样子。不过就在它消失营运的那一段，暂停营运的那一段时间，就出现了所谓的海外版的抖音难民。是，就是很多那个美国的这个抖音难民，或者是欧美各界的这样，然后就这样飞过来，飞去哪里呢？飞去一个就是你知道台湾人也很常用的一个 app，叫做小红书啦。小红书，对，它号称是中国版的 Instagram。对。当然，那小红书也是海外版的小红书啊，他们什么东西都要分国内外内。就很奇妙啊，因为毕竟呢，你知道那个，我觉得这是他们技术问题。怎么说呢？因为我观察到，因为他们的那个最强的科技是防火墙嘛，就是那道墙就是墙内是他们的人民，墙外是这个海外的民众，还有这个各国的民众等等。那他们就觉得这个技术不要这样互相干扰所以呢，就避免这个墙被破坏，要隔开这样子。对，因为如果你不小心有个 bug。可能如果国内通国外，内神通外鬼，那里面的秘密就会被外面的人知道。所以他们希望一个软体两制这样子，一 app 两制。就像是最近那个元宵灯会嘛，就是有人在那个墙上盖了一个巨人，有没有？然后我想说墙外有巨人，现在实际上要解放的是哪个国家？而且他们说那个巨人什么？面向什么对岸敌国？对，Free China。然后就是我们到哪里？抖音难民，然后就涌入了海外版的小红书。之后呢，就是也发生了很多很神奇的状况。什么神奇的状况呢？想说这个美国的这些青年美国的青年仿佛亲自体验了一下何谓言论审查。哎呀，这就跟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你知道那个在念研究所那个当下，然后不是有那个山东的留学生来到我们台湾，山东人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香港港澳人士嘛，然后你知道山东的那位留学生呢，就我的同学，然后他就看了我们政论节目，他觉得乐滋滋的感觉说哇，你们都可以骂自己领导人呢，骂你们总统哇，他说你们政治怎么这么亲民他说亲民，他说亲，他感到很亲切是吗？他说可以骂人，真的是很爽这样他已经被台化了，所以呢他就说，然后我就说那你们中国，那你感觉怎么样？他就说那我要来试试看，我上次在节目上有讲，就是这个人，然后他就你说发64的那一位吗？发64，然后他现在他就在海外从来没有回去过，惨。对，然后他家人通常都会被就是关切一下，公安
骚扰，对，泡咖啡之类的。然后呢，题外话，这边回来，小红书上也是这样。对，你绝对不能发一些就是奇奇怪怪的东西，不能发不符合中共政府要的东西，就是说要符合他们中共的利益啦。然后要符合他们定下来各种条条框框，要坚定捍卫他们的统治权嘛。对，比如说就是中国前一阵子不是就是没有同志片这件事情嘛，然后所以那个海外版的小红书，然后就外国人去发了，好像是同志的相关议题还是什么，然后就文章被消失这样子，就直接不见也没有理由啦。对，然后好像还有网友说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发我的腹肌照？他们说太裸露之类的。对，也不行。然后还有说什么？但实际上他们的中共高官都很隐晦啊。然后重点是，他那个小红书底下还有中国网友去留言，就是回复他说：“建议你可以把什么什么遮起来，这样可能比较容易过审，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你就发现这些美国版抖音上去的这些难民们啊，就发现说原来那个是要审查的原来我 po 这个是要干嘛的我还要符合什么中共的国家利益之类的。腹肌不行吗？但我看国外的人应该都很多，这个也不行吗？这种因为他们有很多在那个海滩上面啊，或者是健身照发不误也不会怎么样对啊，只要是健康的形象都可以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还有大家都很爱的迷因梗图。就是外国大家至少都很喜欢嘛，然后他们发了一张什么小皇帝詹姆斯跟毛泽东的合照，哎呦不见了，哇！或者是直接发一只维尼熊在那个窗边的画面，不能乱发，人家会以为他要跳窗而出这样。然后他们就那个，我记得好像国外媒体形容这些抖音难民到小红书，他们进去小红书的时候，其实我记得我看是只有看到几支影片啦，就他们可能就是进来的时候就会骂一下说抖音为什么不能用啊，就是什么之类的小红书我们来啦什么之类的，就那个姿态，一开始很开心，对，来到新的天地，然后突然胖就是被那个铁拳呐。邦两下这样子，被邦两下，对，被邦两下，是，然后脑袋就凹了2个洞这样。然后那个外媒就形容说，他们到那个小红书的蜜月期过了，蜜月期很短暂。那他们现在是在小红书上面大骂嘛？就只要一骂就封锁，一骂就不见这样。他们好像说，外媒说那个小红书开始有了一个很新颖的职位，叫做英语审查员。他们给他设了一个审查员呐，那这样英文要很好可是他们现在不是就是号称那个 AI 很强吗？对不对？就是审查的不止小红书了啦，是，对，审查的还有他们新的一个软体呢。没错，而且在这个软体上面可能要做的事情更多。对，我们这个中国想要拿来跟 ChatGPT 打的。DeepSeek 没错，就是 DeepSeek， 人家就是出了一个梗图嘛，就是那个梗图就是那个池塘是那个就是 info， 就是那个资料群。资料块，然后呢 ，ChatGPT 就是 OpenAI 就是那个 OpenAI 那个人就在钓鱼，然后呢训练那一池里面的那个资料群，然后精粹起来变成一个很有用的水桶，这个水桶就是 ChatGPT。但是你知道吗？那个梗图最好笑的事情就是，同样是钓鱼，然后那个 DeepSeek 的那个人他在钓鱼是钓哪一桶水呢？是钓那个 ChatGPT 那桶水，就是人家已经帮你训练好那桶水，我就直接来汲取，你直接来使用了。对，就长这样。那时候因为我记得 DeepSeek 他们翻译叫什么深度求索，对，他们出来的时候好像是过年的时候，是我记得那时候有点混乱，我想说怎么突然对这个名词就突然爆红了，而且那个股价就是那个 AI 相关的股票啊，说什么带来震荡啊，你知道我同学说好心痛他买了什么跌了是吗？就比如说他买那个辉达台积电那时候不是都应声下挫吗？对啊，一阵子啦但发现后来一天吧，对，然后后来就发现这个好像是在炒作。就是 DeepSeek 是模仿，它不是原本号称说是什么有关于是他们自己发展啊，然后都是用很少的这个成本，然后下去发展出来的，应该说可以压过这个 ChatGPT 的相关的某些功能等等之类的 AI 嘛。可是后来发现他就发现有很多人说，你不就是直接用那个 AI 晶片？
你只是绕过某些监管去偷来的，或者是不管透过什么样阴暗的管道，然后把它买来的这些 AI 晶片嘛，他们其实花了几亿的成本在这样做，对，但你表面上好像是为了某些目的。深度求索嘛，求索某些目的嘛，所以呢，导致某一些你想要让这个 ChatGPT 好像要干嘛？它的相关的 AI 的股份啊、股市啊等等啊，相关的厂商啊，就感觉好像被你也是铁拳一般，但实际上人家马上就发现了。而且好像就至少从股价看起来就直接回来了，对对对，然后他们那时候 OpenAI 也说已经有看到了很多那个 DeepSeek窃取的 ChatGPT 的迹象，对证据那些之类的。而且我觉得 DeepSeek 就是我觉得它还有一个至少大家在公测感觉很喜欢玩的一个地方，就是去探 DeepSeek 的底线。没错，就像是那个前数发部长唐凤对他就问出了这个有关于这些敏感的议题啊，他怎么做到的呢？我就觉得厉害啊。对，他那时候好像有特别提到说，就 ChatGPT 他在回答DeepSeek 他在回答一般问题的时候，64啊，共产党啊，他都会就是美化。或者是直接跳过不答，然后呢，就是中国有没有可能民主，他就会跳过什么中国式民主，他跟你回答这种就是共产党告诉你的这些就是美好的话，这样。什么意思？刹那间的冷静。我想说，你的手已经渐渐伸过去了。我以为你会接话，好，我们下去喽。北拜，偶尔会发生一点这样子小宕机的情况啦，害羞啦。不会，毕竟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这个现场感、临场感，对，就跟各位听友们讲说，我们真的是现场来。我们之前我们还没有影像化的时候，就有那个听友在下面留言说什么说。哎呀，你们一定有那个逐字稿在那边念，对不对？真的，有人留这个，有人留这种言呢，我没看到。然后我那时候就摔这个访纲，拜托我们只有一张纸，我们是靠脑袋在讲话。就是没有逐字，无法有逐字。对，无法有逐字。而且我觉得有逐字啊，就是我们讲完之后，那个后制的同仁们还要再听过逐字，团队才会有逐字。团队辛苦了，对，团队辛苦了。那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而且我们每次讲话都讲一些无为博然后他们要把这些无为博然后要把它产生文字。上次我们工作人员问我说：“你们那个柏油路是哪一个？”真的有柏油路吗？有开拍谁啦，安内啦，对，有时候就想到什么来什么这样子。因为毕竟纯声音的时候嘛，在后制的时候，那个后制人员就会想，比如说我们的笑声很混乱，然后刚刚接话就一直抢话，然后一直接一直讲的时候，他就可以直接上那个各种符号，就字幕均已放弃。对，刚开始的时候，没错，是个勾追啦。但是这件事情呢，就刚刚讲的是就有各种怪现象，在这个过年也会发生。我们刚刚那个也是各种怪现象，我们是录音的怪现象，还有听友留言的怪现象。现在是过年的各种怪现象，是，对，没错，在中国其实有很多过年的怪现象，邦这边可能收集了很多要给听友们来分享。比如说他们那时候那个过年的时候说，他们发现火车搭的那个人次变得更多了。他们不是也有高铁嘛？而且你知道那个，我不是跟你讲，上次跟各位听友们分享嘛，就是我那个 YouTube 常常被推播，就是有关于那个中配的网红，然后当 YouTuber， 然后他们就说什么，哎呀，福州通台北，通哪里那种跨海大桥有没有？然后想说奇怪，这个中国人真的很爱做梦对啊，然后他们这个就是关于他们的那个高铁的数据也是梦出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就跟刚刚邦邦讲的一样，就是他们那个高铁，他们说什么号称这个一个广铁集团就有破千万旅次。我们全台湾台铁高铁加起来才刚好破千万他们一个广东铁路集团就破千万了。然后说有成长还是什么？对，可是成长2%。对，然后但最神奇的是当网友坐上去那个高铁，他应该是坐上高铁的时候，发现高铁没人包车了。对，他一个人独享一个大车厢，独享大列车。对，我们来听听他说什么。高铁包车，珠海回河南
抢票抢了好几天才抢到，在携程上花了50块钱，多花50块钱抢了，因为票很紧张，车全满了，谁知道坐上来包车，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售票的原理。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是包车的部分呢，不知道是什么售票的原理、啊。对，而且他那个画面，就他上车之后，那车厢整个很空。然后很空完了之后呢，他就拿着那个手机自拍，对，然后拍一下那个，发现后面都是空位，对，然后他就说有看不到的，重点是他买这张票。他也多花了50块人民币啊，所以大概是差不多200块台币。他还要多花钱买到票，然后上来发现根本没人买高铁票嘛。对，那请问刚刚说那个返乡的就是什么广铁集团，对，破千万旅次是怎么算的？对，全部都是台铁吗？还是什么？还是你票售了？我觉得这里面有那个小秘密，也就是我们之前有解密过，就是因为他们不是那个层层科层制的这个公务员体系嘛，他们感觉不敢往上报，就是我卖不了高铁票，可是我往上报的数据到统计局出来的数据，我就往上报说，哎，有成长2%，然后上面的人就说，哦，成长2%，那不就过去破千万旅次这种概念，然后就慢慢加上去，然后就一直定到最上面之后，发现出来，哇，出包了，所以才讲说，各位听友们，他们是梦到的数据哦，他不是说，比如说像台湾公告数据的时候就很谨慎嘛，对，他会用那个，我记得这一次的那个交通部长陈世凯，他是利用大 AI 数据的模型，然后从过去年推估，比如说初3、初4是人最多，然后再来是他用 AI 的模型说可能预估会破多少旅次，然后他们的正确率高达92%以上。哦，对，你说那时候那个放假前他们做的那个旅运的，没有差多少，但是就是9×2都是正确的。可是他们是用预估，然后模型预估这样的一个模式，才最后你真的旅次算出来了之后，才真的公告去比说，哎，你这个 AI 模型到底有没有用嘛？这是台湾的这个谨慎的做法。我是说，一般的正常国家都应该是这么做。可是问题是在中共这种。所谓党意凌驾于公务体系之上的这件事情，你就会发现，他们公务员可能不敢报哦。对，明明就只有一个人买票啊，或者是根本没在卖票。对，然后你就到底是不是你就往上报，对，等等之类的。重点是那时候高铁呢，它看是空车，可是有其他的媒体，他们就去放其他中国人的观察是，台铁真的爆炸多。他们的火车真的很多。你说台铁吗？台铁不是？对，台湾那个火车，他们的火车，火车真的很多。我想说吓到，原来广铁那边有台铁我们生意做过去了。所以那个中配网红讲的那个跨海大桥是真的。天哪，我在这边乱放假消息。他们梦到的他们梦到的。那我们来听一下，到底他们为什么觉得比较多人坐火车？中国人没有钱嘛，这个绿皮火车从北京到西安，就是普通座位大概是100多块钱嘛。对于高铁来说，最便宜的2等舱票的这个价格就达到了550多，这一个票价确实对中国人来说是太高了。所以高铁是贵4-5倍吧？对，那时候他们说那个。他刚刚主要就是说，这个中国人没有钱，所以相较高铁，他们只能选择台铁，即便坐起来没有那么舒服。他们是那个什么绿皮车？对，他们说他们是绿皮火车这样子。然后那个我觉得很奇妙，你知道两岸的那个火车的那个一开始那个慢车规划的那个颜色，我就觉得很好笑。就那个这边是蓝皮，然后那个对岸是绿皮，蓝绿。大概要这样子所以我们以后是西台湾统一。是，但是现在火车已经有白皮啊，白上加红啊。现在要普悠玛白上加红嘛，对，全白的那个3000型嘛，对。然后还有那个设计感的火车，比如说那个橘色加黑色是那个什么明日号，观光的那种列车，然后那种非常贵的那一种，然后很民众党的颜色是那个海风，是这样形容？没有开玩笑，是，就是这样。所以呢，就是我们台湾越来越多有设计感的那个感受，就是那个
车皮颜色不一样啊，这题外话。他们刚刚说那个高铁票普通的，因为高铁票他们好像有在分普通舱、2等舱跟1等舱这样子。他们说2等舱的票价，该不会是什么我们这边的经济舱跟商务车厢？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概念啦。因为我们的台铁也有商务车厢叫做腾云座舱啊，我知道那好像有1人座，然后座位也比较大，是不是有点型？它的票价是大概台币700块上下。700块是哪里到哪里的？就是有南到北的程度，北到中哦。对，它实际上跟这个高铁票差不多，但它的舒适度还蛮高的。对。然后刚刚那个中国那边的高铁，他说是北京到西安，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大概是4个小时多、5个小时多的车程，台币就他们普通的高铁票台币就要价要2000多，等于差不多2400多。台北到高雄屏东没有台北到台南高铁票才1300哦，到高雄应该我觉得2000块以内应该是有找，所以1400。大概1400，然后所以如果是中国北京到西安4、5个小时车程，然后2400多，我觉得的确是比较贵一点，然后再加上现在中国经济问题的话，难怪中国人民他不会想要搭高铁啊。而且这种是经济这种问题，还有在其他地方，他们说那个在电影院里面感受到了所谓的春运的氛围，就是电影院非常挤。电影院非常挤，他们说因为没有钱出去旅游，所以你过年期间的你的那个所谓的我觉得电影主要生气了哦。你的意思是说电影便宜哦？确定，而且他们都只能支持国片，他们那个春节的档期他们春节档期最近可能就是那个《封神2》吧？啊，对，没错，是，就是很多大型特效，对。然后重点是他们就是连同那个过年期间就处处透露没钱的感觉，因为他们还有在看到另外一个地方是他们所谓的高速公路，可能在初3、初4的时候就开始看到那个返乡车潮，是，不是返乡，那应该是回去工作的车潮，都已经开始在塞车。而且他们还说他们在那个除夕前夕左右，他们要出到比如说出广东省这件事情，通常出广东省到隔壁省可能只会花不到半天的时间，可是他们居然花了12个小时还出不去广东省你说车子就卡在那边，卡在车阵中，然后出不去天哪，还是要对啊，这样好累哦，这样真的好累哦。对啊，然后我就合理的怀疑啊，这样你要怎么上厕所？放错重点。你知道他们好像有那个车上型应急用的那种。对了，他们上厕所有时候也不用关门，所以我也觉得可能就是他们可能习惯了。就是可能就是你知道人生活所需，对，门挡区，对，请退出门挡区。是，我觉得你确定大家有听懂对，捷运，然后所以他们初3、初4就会急着要回去上班，是因为没有钱，所以要赶快回去开工或打工等等之类的，就是他们宁可赚钱，也不要待在老家太久。就也没有钱啊，然后也出不去老家，然后还有可能会花钱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们过去那个中国春运，他们有号称所谓的大迁徙嘛。我们说非洲动物有大迁徙，那这个中国人民在春运的时候也是一个大迁徙，超级累人的。对啊，那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没有钱，就是没有钱，开始归咎在没有钱，开始在那边乱刚比亚迪也发不出薪水，半年后才拿得到薪水，就是没有钱发嘛。然后现在就是人要早点回去工作，没有办法好好过年，因为要赶快开始赚钱。哇，这真的是中国的怪现象就是会觉得说，因为经济的关系，所以大家都变得非常非常的辛苦。就即便好像好不容易过年可以放除夕了，也没有比较舒心的感觉。那中国人民怎么不会群起来抗争呢？他们有在给他们时间，是我觉得一定要群起抗争了吧。对啊，因为毕竟面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变成这样的时候，你还觉得中共是一个好的拥有正当性统治的政党了吗？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清楚吧，就像你刚刚最前面提到的那一位中国人一样，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清楚，只是他们都很想骂，对，只是那个时机只是为了保护自己要怎么出来，或许抗争可能好像也不能直接就是变成是要缜密型的去做的那种感觉要各个省份都串联，而且要怎么样可以在那个所谓的监视大国底下去做到这样。真的，那我们节目要在哪边可以就是串流呢？
对对对，是好，我们会在 Spotify、KKBOX、SoundOn、Firstory、YouTube 跟 Apple Podcast。对，那我们就陪着各位听友们呢，就是跟着你们一起下班、一起放学，陪着你度过愉快的周末。那我们就下集见喽。然后希望大家开工之后的，现在第几周？第2周。对，开工第2周，希望大家有恢复自己的元气啦。毕竟我们还要工作1整年呢。好好开车，新春快乐！是，下期见喽，拜拜。